一命二运三风水，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。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。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阴德重的5种面相。所谓阴德，就是指暗中做的有德于人的事。如果一个人做了好事，只有自己知道，这种行为就可以积累到阴德。所谓阳德，就是有漏之福。有些人经常行善积德，但却同时又去消耗自己的福德。例如，一个人做了一件好事，又享受到了这件事给他带来的荣誉感或自豪感，那么他所经历的福报就会被消耗掉。而阴德不同，阴德是无漏之福。简单去理解，就是你积累了福报以后，不去消耗福报，使福报一直凝聚在你的身上。时间久了，你身上的福报越来越大，甚至可以惠及子孙后代。而且从面相学角度分析，如果一个人积了阴德或者阳德之后，脸上都有相应的纹相出现，而且做了一些亏心事或一点点善事，在你脸上不是一下子明显表现出来。但你如果做了个大坏事或大善事，多坏事或者多善事，脸上就会现出来，表现做坏事或善事的缺德纹或者阴德纹。那阴德深重的人有哪些面相特征呢？怎样做可以积累阴德？小酱汁今天给酱友们讲讲。一、阴德深重的面相特征。一、印堂。印堂号命宫，主一生荣枯。人如果做了亏心事，或者祖上失德或前世失德，会有一条悬针纹。这条悬针纹上克父母，下克妻儿。这个克不一定是克死，很多都给父母妻儿带来很多麻烦及不幸。有一个朋友就是，后来叫他放生行善改过，约3年后发现他的悬针纹转角了。他的悬针纹本来是垂直的，后来变弯了，转到另一边去了。这叫悬针转角，转厄运为吉祥。人从前总是倒霉，父母妻儿4人，总是转流生病。他赚多少钱都不够给家人看病，生活上也总是百不如意。可现在生活慢慢顺利顺心，开始从倒霉转向如意了。2、眼下。眼下称为子息宫、阴德宫，是主要表现一个人德行的地方。从小眼下都是平满的，有黄明之光的，是为有素德有仙骨。从小就有眼袋或黑眼圈或眼袋下陷，是属于先天精气神不足，先天肾虚，所以相法上说这种人子息弱，不容易生孩子，所以这种要勤修静，清心寡欲，广积阴德。眼隐隐卧蚕，中医都知道，眼下黑暗下陷是严重的肾亏，肾主精气，精气严重亏损。云和正道，精气饱满来源于清心寡欲，故有道之士的眼下是平满，如隐隐卧蚕的，因为眼下大吉之色是黄明之色，如蚕之色，故称隐隐卧蚕。广积阴德，做了很多善事的人，眼下会有1重或2重或3重，细如丝的细纹，此细纹而有光泽优美，是明阴德纹。若善人行善，广利众生，眼下就会出现此纹。如果你常行善，眼下出现了阴德纹，那恭喜你，这是增福延寿、子贤孙贵之征兆。如果你常行不善之事，即发不善之心，眼下会发黑下陷。发黑下陷还是一般的，真正严重的是眼下出现竖纹，如针眼，此乃克子行孙之兆。3、脖子发光。人要的长生不老，青春永驻，脖子上的喉咙要打开。如果一个人喉咙打开后，不管是100岁、200岁，脖子都是不显老的。4、法令纹。法令纹也是表现艺人的德行的纹，此纹一般中年后才出现。法令入口，名饿死相，又名腾蛇入洞。虽然法令入不一定饿死，但最起码老来过苦。此纹是随人的心态行为变的，行恶则入口，行善则可把腾蛇入口变为贴口延长至下巴。这种法令为寿带。如果你的长辈有这样法令入口纹，不要紧，反省忏悔，常行诸善，法令自然会延长过口。
如果原先只有一条法令纹，后来刑善改过后，在原来的法令上像树枝一样又生出一条，名双龙出海，既寿又富贵之征兆，乃善业福报。5. 延寿毛相。如果一个人一生行善，不悔不疑至晚年，眉尾会生出3、5条特长的眉毛，此眉毛五彩眉，乃得众望，延年益寿之征兆。右耳内生毛，乃高寿之节兆。有中老年人头发从额头日月角开始向后脱发，亦是吉兆。如果中老年人头发从领百会处前脱发，从里到外脱发，乃凶兆，德行欠缺之象，当止罪恶善，转厄运为吉祥。2. 如何做可以积累阴德？ 1. 多结善缘。我们与人交往的时候，不要与人结下恶缘，广结善缘其实就是在积累播报。世间一切皆是因缘和合而成的，人与人会相遇，也是因为有缘分的合成。如果你经常结恶缘，就会经常遇到使你倒霉的事和人，就会经常损耗自己的播报。若是能广结善缘，哪怕与人相处时学会经常换位思考，多站在对方的对立场上想问题，就能积累无数的功德。积德行善不在于你做了多少伟大的事业，而是从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小事积累而成。冰冻3尺非一日之寒，只要坚持与身边的人结下善缘，将来你就会能收到善果。举头3尺有神明，其实这里的神明无非就是因果，因果报应是真实不虚的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因果报应是真实不虚的。作为作恶，就算不问看见，恶因也必然会形成恶果。古人说，远在儿孙，近在身。如果我们能做到一个相信因果的人，这件事本身就是功德无量的大善事。很多人认为行善就一定要有行动才行，其实不然，一个人只要心生善念，这个善念也是一件善事，也会带来一个善果。佛教认为，使众生造业的除了行为，想法是善的就会造下淫业，想法是恶的自然也会招来恶果。3. 清净口业。佛教认为说话其实也能积累福报，就看你经常说什么话。业是患苦之门，祸累之始。如果你能去清净自己的口业，不说妄语、两舌、口这些造恶业的话，经常说善事，利益他人的话，福报就会越积越多。不要乱说话，尽量少说话，多做事，能不说话就不要说话。4. 孝顺父母是最积福报的。佛教经典说，善男子是故如也，勤加练习，孝养父母。若人供佛福等无益，其实孝顺父母就是在供养佛菩萨。只要坚持孝顺父母，功德远在大于你每天都去拜佛烧香。经常孝顺父母的人可以得到4种善果。第1，颜色端正；第2，气力丰强；第3，安稳无病；第4，健康长寿。常说面由心生，还是有一定道理的，所以大家尽量要多积阴德。以上这4件事最积阴德，一定要多去做，保持一颗善良之心，是给自己积累更多的福气和运气。阴德深重的人会有哪些手面相特征？我们常听说佛教说什么前世今生，这辈子积德行善，下辈子就好过。而前世只要有积德，那么今世就会圆满；前世如果缺德，那么今世就会有报应。那么前世行善积德的人，今生会有哪些手相、面相特征呢？跟着小酱汁一起来看看吧。1. 前世行善积德的人，今生会有哪些手相特征？1. 三秋饱满。三秋指的是木星秋、金星秋、火星秋，三秋饱满的手相的财运是非常好。三秋越是饱满，那么证明自己财库越是充足，财源也是不断，就像是招财手一样的存在。只要想赚的钱，那么就一定没有赚不到的。2. 手掌厚实。手掌厚实的人在婚姻上就是人生赢家，他们在感情上不会遇见渣渣，可以说一恋爱就遇见了那个真心和自己相爱的人，他们会很顺利地走进婚姻殿堂，夫妻生活和谐幸福，子女各有各的成就，完全不需要他们去担心。3. 手指有肉。
这种人的身体是非常强壮，他们很少会有累的时候，不管是在什么时候都能够保持活力。他们有足够的精神去投入到自己的事业上面，对待自己的家人也非常的有爱。他们一生都会很顺利，没有什么太大的烦恼，就算有，不是什么大事儿，很快就会解决掉。4. 掌纹清晰。掌纹清晰的人为人单纯善良，就算别人对他们抱有恶意，也不会有意见。这种人虽然没有什么大富大贵，但也不会有什么挫折和磨难，一生都非常的简单，不需要为生活烦恼。5. 事业线非常长。这种人在事业上面会一展宏图，他们的事业运势很强，能够顺利完成自己手头上面的工作和计划。他们不仅能够做好自己的事情，还能够帮助自己身边的同事，不仅可以博得同事的好感，他们的实力也会得到领导的认可，在事业上也会越走越顺利。2. 前世行善积德的人，今生会有哪些面相特征？ 1. 印堂。印堂好命宫，主一生荣枯。人如果做了亏心事儿，或者祖上失德，或者前世失德，会有一条悬针纹。这条悬针纹上克父母，下克妻儿。我有一个同事就有此悬针纹，真的是上克父母，下克妻儿。这个克不一定是克死，大多都是给父母妻儿带来很多麻烦及不幸。后来我教他放生行善改过，约3年后，我发现他的悬针纹转角了。他的悬针纹本来是垂直的，后来变弯，转到一边去了，这就叫做悬针转角，转厄运为吉祥。他从前总是倒霉，父母妻儿4人总是轮流生病，他赚多少钱都不够给家人看病，生活上也总是百般不如意。可现在生活慢慢顺利顺心，开始从倒霉转向如意了。2. 眼下。眼下称为子息宫、阴德宫，主要是表现一个人德行的地方。从小眼下都是平满的，有黄明之光的，是为有素德、有仙骨。从小就有眼袋或者黑眼圈或者眼袋下陷，是属于先天精气神不足，先天肾虚。所以相法上说这种人子息弱，不容易生孩子，所以这种要勤修静，清心寡欲，广积阴德。中医都知道，眼下黑暗下陷是严重的肾亏，肾主精气，精气严重亏损，云何正道？精气饱满来源于清心寡欲，故有道之士的眼下是平满，如隐隐卧蚕的。因为眼下大吉之色是黄明之色，如蚕之色，故称隐隐卧蚕。广积阴德，做了很多善事的人，眼下会有1重或者2重或者3重细如丝的细纹。此细纹有光泽而优美，是名阴德纹。若果善人行善，广利众生，眼下就会出现此纹。如果你常行善，眼下出现了阴德纹，恭喜你，这是增福延寿、子贤孙贵之征兆。如果你常行不善之事，或者发不善之心，眼下就会发黑下陷。发黑下陷还是一般的，真正严重的是眼下出现竖纹，如针刺眼，此乃克子行孙之兆。3. 脖子光亮。人要长生不老，青春常驻，脖子上的喉轮要打开。如果一个人喉轮打开后，不管是100岁、200岁，脖子都是不显老的。4. 法令纹。法令纹也是表现一个人德行的纹，此纹一般中年后才会出现。法令入口名饿死相，又名腾蛇入口。虽然法令入口不一定饿死，但最起码老来孤苦。此纹是随人的心态行为变的，行恶则入口，行善则可以把腾蛇入口变为贴口延长之下巴，这种法令称为寿带。如果你的长辈有这种法令入口纹，不要紧，反省忏悔，常行诸善，法令自然会延长过口。如果原先只有1条法令纹，后来行善改过后，在原先的法令上像树枝一样又生出1条，名双龙出海，既寿又富贵之征兆，乃善业福报。5. 延寿毛相。如果一个人一生行善，不悔不疑，至晚年眉尾会生出3、5条特长的眉毛，此眉名五彩眉，乃德高望重、延年益寿之征兆。右耳内生毛，乃高寿之吉兆。有中年老人头发从额头日月角开始向后脱发，亦是吉兆。
如果中老年人头顶百会处向前脱发，从里到外脱发，乃凶兆，德行欠缺之象，当止恶行善，转厄运为吉祥。3. 福报耗尽后，面相会有哪些变化？命的构造是以人的心性特点为主体，但是如果在生活中过于放荡自我，则很快福报会消耗光，就算命再强，也会越来越难以如意。当人的相发生一定变化时，则代表福报将至，要立刻警醒起来。1. 颧骨凸起无肉。如果发现自己颧骨凸得比较厉害，而且脸上看起来干瘪无肉的话，那么就是福报消耗完的一个特征。职场中不顺心的事儿会变得特别多，没什么精力，每天都会出现一大堆烦心事儿。工作强度越来越大，但工资却是原地踏步，关键时候还会随着能体会到巨大的压力。职场中身边中会充斥着一堆小人，稍微不注意就可能被对方抓住把柄，从而落井下石。2. 眼神变得空洞无神。如果发现自己的眼睛变得空洞无神，眼珠好像也没有之前那么漆黑了，那肯定是福报快要消耗完了。感情上会出现一系列的危机，有对象的朋友俩人之间矛盾重重，经常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而吵架，随时都有可能分手。而已婚的朋友家庭生活更是糟糕透顶，夫妻俩感情淡薄，随时都在冷战，还极有可能被伴侣戴绿帽子，婚姻关系岌岌可危。3. 嘴巴苍白无色。如果原本红润的嘴巴变得愈发苍白，说明福报快要消耗殆尽了。表现最为明显的就是财富会遭受致命的打击，赚钱会变得特别难，随时都有可能丢掉工作，正财收入非常不稳定。副业方面，即便消耗大量的时间去经营各项事业，但获取的收益却少得可怜。更为倒霉的是，花销会特别大，自身的购物欲望难以克制，还会遇到很多无法避免的意外状况，都需要金钱来打理。4. 皮肤松弛无光彩。如果发现皮肤状况越来越差，肤质看起来暗淡无色，脸上的皱纹也在不断的增加，则是福报即将消耗完的表现。身体上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和麻烦，几乎没有一天是浑身舒畅的。同时，意外流血事件的发生概率也会大大增加。出门在外很有可能发生车祸，外出旅游也有可能遭遇紧急情况。另外，除了身体状况不够乐观之外，精神状况也会变得特别差，内心变得极为郁闷，不喜欢和外界交流，时间长了甚至还会产生抑郁症的情况。5. 下巴棱角分明。如果你之前的下巴比较圆润，但在短时间内下巴的棱角相当分明，给人十分尖锐的感觉，那么便是福报快要消耗殆尽的表现。不管是自己还是身边的人，都会发生很多不好的事情，会明显感觉到运气变得越来越差。比如说，下雨天走路的时候会忽然摔跤，甚至直接出现骨折的情况。再比如说，相恋多年的伴侣忽然变心，在背地里偷偷找了别人等等，这些都要引起重视。虽然社会是科学的，但是还有很多科学都解释不了的问题存在。很多人把这些问题归咎于因果命运，很多人会害怕所谓的因果，害怕遭遇一些可怕的事情。但是要知道，不做亏心事儿，不怕鬼敲门。只要你保持善良的心，多做好事儿，就算有因果，也是好的因果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。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，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。我们下期再见。